AI 气象站小说系列台风地震篇第1章。在遥远的未来，世界已来到攸关生死的十字路口。全球暖化造成极端气候，台风与地震频传，使得人类社会濒临崩溃。在这危急存亡的时期，一组由顶尖科学家组成的团队，誓言寻找解救人类的方法。在某个偏远的小岛上，主角李林出生于科学世家，自小受到父母的熏陶，对科学充满热忱。他在大学主修气象学，研究所则钻研台风与地震的关系。在闲暇之时，李林还喜爱登山。他坚信登山能给他带来与自然接轨的灵感。一天，李林在山中登山时，意外发现一张古老的地图，上面标示着一个神秘的研究基地，基地名称为天灾研究院。好奇心驱使李林决定深入调查。经过重重艰险，他终于抵达了研究基地。在研究基地中，李林遇到了一位导师，名叫张教授。张教授是地震学领域的先驱。他告诉李林，他所研究的正是台风与地震之间微妙的关系。张教授相信，只要找到能预测台风和地震的方法，便能拯救人类脱离灾难的圈套。李林与张教授组成了一个研究团队，历经数年，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台风与地震其实是同一种能量现象的不同表现。在小岛上的某个深海区域，有一处具有巨大能量的热点。当该区域的能量释放时，会引发台风和地震。为了证实这一假说，李林和张教授设计了一个冒险的计划。他们打算亲自潜入深海热点，收集能量资料。在团队成员的支援下，李林和张教授成功地抵达了热点区域。他们安装了能量感测器，并收集到惊人的资料。根据收集到的资料，李林和团队成员成功地研发出一套能预测台风和地震的系统。这项技术不仅拯救了无数的人命，也让世界各国得以制定适当的防灾政策。然而，研究的成功并未让李林感到满足。他意识到，要彻底根除台风和地震的威胁，还需要研究出保护地球的环境。于是，他决定延续前辈的研究，深入探索地球的奥秘。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李林和其团队成员在保护环境的道路上披荆斩棘。他们成功地开发出净化空气、水源的技术，并建立了一套可再生能源系统。这些技术的普及，使世界迈向了永续发展的未来。李林的研究成果不但挽救了人类的生计，更赋予了人类力量，去保护这颗星球。在他的带领下，科学家们持续探索着地球的奥秘，为确保人类的未来而努力。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李林的勇气与奉献成为了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之一。而他对科学的热爱与执着，也将永远激励着后人，继续探索那未知的宇宙，寻找拯救人类的方法。AI 气象站小说系列台风地震篇第2章。在李林进入深海热点之前，他对于该区域的能量形态及特性有着诸多的疑问。他决定在潜水艇出发前，先查阅所有与该区域相关的研究文献，以其能对该区域有更深入的了解。在研究文献中，李林发现该区域的能量形态属于罕见的电磁刮风。这种现象是当地磁场与电离层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这种能量在与海水互动后，会产生巨大的电磁场，进而引发台风和地震。为了更深入研究电磁刮风，李林召集了团队成员，包括物理学家、电机工程师以及海洋生物学家，组成了一支跨领域研究队伍。大家在密集的讨论与合作下，对电磁刮风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在潜水艇探测时，李林安排团队成员分别负责不同的任务。物理学家负责监测电磁场的变化，电机工程师则操作潜水艇的装置，以搜集海底地形与地貌的资料。海洋生物学家则观察海中生物的行为，以判断能量释放对海洋生态的影响。在搜集完资料后，团队成员们进行了立即的分析与讨论。他们发现电磁刮风的发生与海底的地质结构有密切关系，当地的地质因素会影响电磁场的强度与分布。此外，他们还发现，海底微生物的活动也会对电磁刮风产生影响。基于这些发现，李林和团队成员成功地改良了预测台风和地震的系统，并进一步研发出保护海底生态环境的技术。他们发现，透过调节海底微生物的活动，可有效地控制电磁刮风的发生，从而降低台风和地震的风险。在之后的研究中，李林团队继续深入探索电磁刮风与海洋生态的关系，并成功地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海上油气开采、海底电缆铺设以及海洋工程等领域，大幅度地提升了这些活动的安全性。李林的研究不仅为人类保护环境与防灾减灾做出了重大贡献，更启发了新一代的科学家去探索未知的领域。在未来，相信会有更多基于跨领域合作的研究成果涌现，为人类社会带来更多的福祉。AI 气象站小说系列台风地震篇第3章。在研发出保护海底生态环境的技术后，李林团队感到成就感与满足感，但他们明白，这只是他们研究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为了更进一步地保护地球，李林决定深入研究海洋垃圾与塑胶微粒对海洋生态的影响。为此，李林与团队成员设计了一个海底监测计划，旨在追踪海洋垃圾的分布与移动。他们利用潜水艇在海底部放感测器，搜集海洋垃圾对海底地形与生态环境的影响资料。同时，他们还招募了志愿者，参与海岸清洁与海洋垃圾监测活动。在研究过程中，李林团队发现，海洋垃圾与塑胶微粒对海洋生态的影响甚巨。这些垃圾容易被海洋生物误食，造成肠道阻塞与营养不良，甚至死亡。此外，海洋垃圾还会缠绕海洋生物，导致呼吸与行动困难，严重影响海洋生物的生存。基于这些发现，李林团队决定联合国际研究机构，共同应对海洋垃圾与塑胶微粒的问题。他们共同制定了海洋保护政策，包括限制塑胶制品使用、建立海洋垃圾监测体系，以及开展海洋垃圾清理行动等。在李林与团队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海洋垃圾与塑胶微粒的问题。许多国家也陆续采取了有效措施，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与海洋垃圾的产生。此外，李林团队还开发了可分解的海洋垃圾清理装置，以清理海底的垃圾。这项技术不仅用于清理既有的海洋垃圾，还用于防止新垃圾的产生。李林的研究使世人认识到了海洋垃圾与塑胶微粒对海洋生态的严重影响。它不仅为保护海洋环境做出了巨大贡献，更激发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与行动。在未来，李林将持续带领团队，探索更多保护地球的方法，为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而努力。AI 气象站小说系列台风地震篇第4章。在研发可分解的海洋垃圾清理装置时，李林团队面临着许多挑战。由于海洋垃圾的种类繁多，包括渔网、玻璃瓶、塑胶袋以及其他各种废弃物，设计一套能清除所有垃圾的装置是一项艰巨任务。为此，李林召集了团队成员，包括工程师、设计师以及海洋学家，共同商讨可行的方案。
经过多次的讨论与实验，团队成员提出了分阶段的垃圾清理计划。在第一阶段，工程师设计了一种可吸收垃圾的浮体，能够漂浮在海面上，吸引海洋生物靠近。浮体表面设有网状结构，能够将附近的垃圾捕获起来。在第二阶段，设计师设计了一种可自动分类的垃圾处理系统，能够将收集到的垃圾分为可回收物、不可回收物以及有毒物质。系统会根据垃圾的特性决定处理方式，如将可回收物压缩，然后运送到相应的处理设施，将不可回收物焚烧，然后埋葬，将有毒物质进行隔离处理，以避免对环境造成进一步的污染。在第三阶段，海洋学家负责监测装置的效能，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同时，他们还研究海洋垃圾的来源与分布，以找到解决海洋垃圾问题的根本之道。经过多次的试验与改进，李林团队终于研发出一套可行的海洋垃圾清理装置。这套装置在试点区域进行了成功测试，收集到的海洋垃圾数量惊人。装置的运作不仅有效地清除了海底垃圾，更警示了世人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性。在装置正式投入使用后，李林团队持续监测其效能，并根据需要进行升级与改进。他们还与国际组织合作，将海洋垃圾清理装置推广到其他国家，以应对全球海洋垃圾问题。AI 气象站小说系列台风地震篇第5章。在装置正式投入使用后，李林团队密切监测其在不同海域的效能。为了进一步改善装置的效能，李林团队决定进行实地考察，亲赴装置部署地点观察装置的运作情况。在考察过程中，李林团队发现装置在某些区域的效能有所下降。经 AI 分析后，发现问题出在浮体吸引海洋生物的效能上。为此，李林团队决定重新设计浮体的结构，以增强其吸引海洋生物的能力。在浮体结构重新设计后，李林团队对装置进行了重新测试。结果显示，新设计的浮体能够更有效地吸引海洋生物，从而提高了装置的垃圾收集效率。为了进一步提高装置的可靠性，李林团队还对装置的材料与结构进行了加固处理，以确保其能在恶劣的海上环境中正常运作。经过一系列的改进，海洋垃圾清理装置的效能得到了显著提升。李林团队将改良后的装置重新部署到不同海域，效果亦相当显著。在装置的成功应用之下，海洋垃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李林团队的研究成果为保护海洋环境与生物多样性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为海洋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讯，更为后续的环保政策与技术开发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在未来，李林将持续带领团队探索更多保护地球的方法，并将研究成果贡献给全人类。他们的努力将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干净、更永续的未来。AI 气象站小说系列台风地震篇第6章。在改良海洋垃圾清理装置后，李林团队开始将装置应用于世界各地的海域，以解决日益严重的海洋垃圾问题。这项技术不仅在保护环境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更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将这项技术推广至全球，李林团队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国际组织合作，将海洋垃圾清理装置提供给开发中国家，以帮助这些国家应对海洋垃圾问题。这项合作不仅有助于改善全球海洋环境，更对促进各国的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装置广泛应用的过程中，李林团队还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与资料，为进一步研究海洋垃圾的形成机制与传播方式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这使他们能够更精准地预测海洋垃圾的分布与趋势，从而更有效地开展清理行动。此外，李林团队还将收集到的资料用于开发环境教育与宣传计划，提高公众对海洋垃圾问题的认知与关注。这项工作对于加强公众参与和支持环保行动，以及形成政府、企业与个人的协同效应，共同应对环境挑战至关重要。AI 气象站小说系列台风地震篇第7章。在推广海洋垃圾清理装置的过程中，李林团队积极与国际组织合作，共同推动海洋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其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领头羊，与李林团队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在与 UNEP 的合作中，李林团队主要负责研究与技术开发，而 UNEP 则负责推动政府政策与国际协作。双方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解决海洋垃圾问题。在技术研发方面，李林团队利用其在海洋科学与工程领域的专业知识，不断改进海洋垃圾清理装置的效能。同时， UNEP 则提供了一个国际平台，方便李林团队将研发成果推广至全球。在推动政府政策方面， UNEP 为各国政府提供咨询与支援，帮助他们制定有效的海洋环境保护政策。李林团队则提供有关海洋垃圾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专业意见，为政府决策提供有力依据。在国际协作方面， UNEP 联合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共同参与海洋垃圾清理行动。李林团队则提供其研发的海洋垃圾清理装置，并指导其他团队如何有效地使用装置进行清理。透过李林团队与 UNEP 的密切合作，海洋垃圾清理装置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这不仅有效地减少了海洋垃圾，保护了海洋环境与生物多样性，更促进了国际社会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与交流。AI 气象站小说系列台风地震篇第8章。在未来的研究中，李林团队将持续深入探索海洋垃圾的形成机制与传播方式。他们将利用先进的海洋观测技术与数值模拟方法，研究海洋垃圾在不同海域的分布规律与移动方向。此外，李林团队还将开展一项重大的研究专案，专注于海洋垃圾对海洋生物与生态系统的影响。这项研究将涵盖从海洋垃圾对海洋生物行为与健康的影响，到海洋垃圾对海洋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影响等多个方面。为了更好地开展这项研究，李林团队将招募一支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包括海洋学家、生态学家、生物学家以及海洋工程师等，以集思广益，充分利用各自的专业知识与技术。在研究过程中，李林团队还将与国际组织与相关政府部门合作，共享资料与资源，共同为保护海洋环境而努力。李林深知，海洋垃圾问题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但他相信，透过持续的研究与行动，人类定能克服这一挑战，为后代子孙留下一个更美好的地球。AI 气象站小说系列台风地震篇第9章。在未来的研究中，李林团队将利用人工智慧与大数据分析技术，研发更精确的海洋垃圾预测模型。这将有助于更好地预测海洋垃圾的分布与趋势，从而更有效地开展清理行动。为此，李林团队将收集更多有关海洋垃圾的数据，包括海洋垃圾的种类、数量、位置以及垃圾的来源等。这些数据将被输入到人工智慧模型中，以训练模型对海洋垃圾行为的预测。此外，李林团队还将研究海洋垃圾与海洋环境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洋流、风力以及海岸线侵蚀等，
以进一步改善模型的准确性。在研究过程中，李林团队将与国际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共享数据与技术，共同推进海洋垃圾预测技术的发展。透过更精确的海洋垃圾预测模型，李林团队将更能有效地组织和执行海洋垃圾清理行动，从而更有效地保护海洋环境与生物多样性。在未来，李林将继续探索其他保护海洋环境的方法，如研发可生物降解的塑胶制品，推行海洋垃圾回收与再利用技术，以及加强公众的环境意识等。李林的研究成果与实践将为保护海洋环境与生物多样性做出重大贡献。他将继续作为海洋科学研究领域的先锋，为后代子孙留下一个更美好的地球而努力。AI 气象站小说系列台风地震篇第10章。在李林团队研发的人工智慧海洋垃圾预测模型中，其中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海洋垃圾资料集。为了收集更完整的资料，李林团队决定派出一支研究队，在世界各地的海域进行实地考察。在考察过程中，研究队将采用先进的感测器与技术，实时收集海洋垃圾的资料，包括海洋垃圾的位置、大小、形状以及种类等。此外，研究队还将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对海洋垃圾在海域中的分布与移动进行监测。在资料收集完成后，李林团队将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深入分析，以提取有用的特征与模式。这些资料将被输入到机器学习模型中，以训练模型对海洋垃圾的预测与分析。在模型开发完成后，李林团队将对其效能进行测试与评估，以确保其在预测海洋垃圾分布与移动方面达到高准确度。若模型效能满意，将会把模型部署至相关政府部门或国际组织，以协助他们制定更有效的海洋垃圾管理政策。AI 气象站小说系列台风地震篇最终章。在收集海洋垃圾资料的过程中，李林团队面临着许多挑战。由于海洋垃圾的分布不均匀，他们必须在海域中搜寻并收集到足够的资料，才能保证模型的训练与测试。在恶劣的海上环境下，研究队还必须面对诸如风浪、潮汐以及深海压力等因素，这些都增加了资料收集的难度。为了克服这些挑战，李林团队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他们使用了多种感测器，如音响探测器、测扫声呐以及视觉感测器等，以交叉验证所收集到的资料。其次，他们制定了详细的资料收集方案，包括在不同海域、不同水深以及不同海况下进行资料采集。最后，他们雇佣了经验丰富的船员和潜水员，以确保资料采集的质量与安全。在资料分析与模型开发过程中，李林团队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如何从庞大的资料集中提取有用的特征，以及如何使模型的预测结果达到高准确度。对此，他们应用了先进的机器学习技术，如深度学习与神经网络等，以提取资料中的有用特征，并训练模型对海洋垃圾的预测。在克服了一切挑战后，李林团队成功地研发出一套高效的海洋垃圾预测模型。这套模型不仅在测试中表现出色，也在实际应用中为海洋环境保护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故事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收看。